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森林里，一个猎人正仔细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，突然之间，天空划过3声枪响，一个男人应声倒地。本以为是一起普通的意外，却引出一场令人揪心的爱恨情仇。破案过程非常精彩，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故事还得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安肯帕格里国家森林说起。在当地有个非常适合狩猎的国家森林，每当狩猎季到来时，许多当地人或者游客都会慕名而来。1995年11月15号当天，48岁的男子布鲁斯背着枪支，像一位大侠般穿梭在丛林中，他不断扫视周围的一切，寻找猎物留下的踪迹。就在他停下来观赏风景时，丛林中传来一声枪响，布鲁斯立即爆了句粗口：“我勒个去，哪个不长眼睛的家伙！”他连忙脱下身上的橙色狩猎警示服，一边挥动衣服，一边大喊：“我是人，不是鹿！”可还没等他喊完，布鲁斯便突然倒在地上。布鲁斯试图爬到旁边的障碍物躲避障碍，可第3声枪响后，他永远停了下来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布鲁斯还保持着匍匐前进的爬行姿态。几分钟后，从别处回来的妻子珍妮斯发现丈夫布鲁斯趴在地上一动不动，她大声呼喊：“亲爱的，你怎么了？你为什么不穿狩猎服？来人啊，救命啊！”在附近露营的凯尔听到哭声后，来到了布鲁斯夫妇身边，还没来得及实施抢救，布鲁斯就已经被上帝请去喝茶。看着妻子痛苦的表情，凯尔心里长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，又是一件天降子弹的意外。”警员凯尔那天刚好休假，和布鲁斯夫妇一样，他也是来山里露营狩猎的一员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一场狩猎意外居然就发生在自己身边。看着伤心的詹妮斯，凯尔说道：“夫人，您的行李需要我帮你捎回去吗？”还没等凯尔把话说完，詹妮斯就打断了他：“不，我自己会带回去。”虽然森林经常发生错把人当猎物开枪杀死的事情，但根据正常的流程，警局还是要进行尸检，然后才能归档为意外事件。在死者布鲁斯身上，法医发现了3颗子弹的痕迹。第一颗子弹平行穿过他的狩猎警示服，并留下了一个小洞。这颗子弹在布鲁斯的背部留下轻微的擦伤。第2颗子弹则直接穿过腹部，然后从另一侧射出。估计就是这一枪让布鲁斯倒在地上。第3颗子弹则是以垂直的方式从后背射进胸膛，就是这颗子弹让他直接毙命。法医觉得很奇怪，如果说第1颗子弹是流弹意外，那还可以理解，只能说布鲁斯太倒霉。可布鲁斯是连中3颗子弹，这事情也未免太巧了吧？山里狩猎的意外年年有，可唯独布鲁斯连续3次中奖，这也许不是意外。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，警方闻到了一股强烈的阴谋味。他们立即对妻子詹妮斯进行了问询。妻子表示，自己和丈夫刚刚结婚3个月，2人都在医院工作，自己是一名护士，是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丈夫布鲁斯的。刚开始认识丈夫时，觉得他很内向，也不懂得怎么哄女孩子，但照顾别人却很细心，包括自己加班时总会送来精致的点心。几次下来后，同事都非常羡慕。你说都是有老公的人，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？发生意外那天，是因为自己休假觉得无聊，才想去山上露营打猎。丈夫本来是不想去的，但为了陪我，还是来到了山上。说着说着，詹妮斯就流下了泪水。她说当时自己就不该和丈夫分开打猎，不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看到不停哭泣的詹妮斯，探员默默把纸巾递给了她：“不必自责，这不是你的错。”在后续的交谈中，妻子詹妮斯透露了一个重要情况。她说当天前夫杰西也在附近打猎，而且前夫因为自己和布鲁斯的婚姻感到非常不满。到了这里，探员眼前一亮，他们马上核实了杰西当天的行踪，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这家伙当天还真的在布鲁斯夫妇附近露营，两者帐篷驻扎的位置只相隔 0.75 英里，这就有点问题了。整座森林那么大，前夫露营的位置怎么就刚好在布鲁斯夫妇旁边呢？到底是谁先到森林的呢？如果是杰西比布鲁斯慢一步驻扎露营，那他就的确很可疑了。不仅仅是因为双方微妙的关系，还有一点就是狩猎的基本要求。一般来说，
狩猎场所都会明文规定，狩猎者狩猎位置不能相距太近，否则很容易发生流弹伤人的意外。而事发的森林此前就发生过100多起这类事件。问完詹尼斯后，警方立即找来了杰西。当获悉前妻的现任丈夫意外去世的消息后，杰西表现得很淡定，只说了一句节哀顺变的话语。但杰西很快就反应过来，知道警方在怀疑自己，他一脸委屈地说道：“大哥，我承认我对詹尼斯很不满，我也承认我不应该出轨，但要说是我射杀了前妻的丈夫，那是万万不可能的。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何刚好也在我附近露营。”为了验证杰西的口供，警方给他做了测谎，结果表明杰西似乎没有撒谎。可接下来杰西的一番话却改变了探员的看法。杰西说自己的确有带几把枪上山狩猎，可那天回到家后发现自己少了一把步枪以及一盒308型号的子弹。杰西刚说完，探员就瞪了他一眼。我说：“杰西哥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你专门跑到山上狩猎，然后回到家时才发现自己少了一把枪，还是一把步枪。”为了验证杰西的口供，警方找来案发时和他在一起的朋友，他们都证实当时杰西的确跟他们在一起，根本没机会作案。这就奇怪了，凶手如果不是杰西，那会是谁呢？为了找出真相，警方回到布鲁斯遇袭的地方仔细排查。在其中一棵护栏木上，他们发现了一个圆洞，经过鉴定，它是子弹击穿后留下的。有了这个圆洞，接下来就要确定子弹的轨迹。我们都知道，确定一条直线只需要2个端点，弹道轨迹亦是如此。放到这起案件中，第一个端点就是护栏木上留下的圆洞，那第2个端点去哪儿找呢？毕竟周围植物那么多，逐棵植物找肯定不现实。这时布鲁斯的狩猎警示符解决了难题，因为当时第一颗子弹穿过了它，所以只需要根据布鲁斯的身高和倒地的位置，就能大致确定第2个端点的范围，从而大大缩小了子弹轨迹的范围。确定这个范围后，探员使用金属探测器进行地毯式排查，结果还真的发现了一个弹头和弹壳，两者属于0.308口径型号。更加巧合的是，杰西口中丢失的那盒子弹正是0.308口径型号，丢失的那把雷明顿步枪也可以发射这种子弹，所以说明子弹很可能就是从杰西这把枪射出的，动机和条件都有了。按理说凶手就是杰西，可杰西却有可信的不在场证明，这就奇怪了。难道说凶手另有他人，而且使用的子弹口径也是0.308吗？这种假设似乎也有可能。话虽如此，可警方总觉得杰西有点怪怪的。好巧不巧，偏偏丢了一把步枪，而且还是回家后才发现。子弹到底是不是从杰西的步枪里射出的？只要找出步枪，然后装上308子弹试验，再对比弹头膛线的印痕，就能一清二楚。于是警方在发现弹壳的地方仔细搜查，可不幸的是，他们一直找不到杰西的步枪。就在警方排查杰西迟迟没有进展时，另一边死者布鲁斯的弟弟来到警局。他说哥哥去世后，嫂子詹尼斯做出了一系列奇怪的事情，包括杀死了哥哥的宠物狗，变卖了哥哥的轿车，还丢掉了哥哥所有的遗物。丈夫尸骨未寒，妻子就做出这样的事情，很难让人不怀疑。在调查詹尼斯时，探员果然发现了奇怪的事情。在上山狩猎的前一段时间，詹尼斯为丈夫购买了3份保单，总金额高达45万美元，还要求在房产中写下他的名字。45万美元放到今天都不是个小数目，更何况是在案发的1995年。当然，保险公司并没有一次性支付赔偿，而是分期支付。可拿到第一笔赔偿没几天后，詹尼斯的信用卡就出现在赌场中，还骗别人说她要去乡下为丈夫祈祷。女人的嘴骗人的鬼。丈夫布鲁斯去世几个月后，詹尼斯很快又找了个男友，还帮男友买了一份价值10万美元的保单。那天男友到警局接受问询，临走之前探员说了一句：嘿，大兄弟，你应该不打猎吧？言归正传，调查到这里，詹尼斯已经替代杰西成为警方调查的首位嫌疑人。警方很努力想从他身上挖出新线索，可法医这边又来了个难题。小袁，我在前文说过，根据法医的尸检报告，布鲁斯一共遇到了3颗子弹，直接送他见耶稣的是第3颗。然而奇怪的是，这颗子弹的口径型号是0.243，不是案发现场找到的0.308。为什么会有2种型号的子弹呢？
这个问题警方想了好久都想不出答案，他们假设了很多种情况，其一，凶手有2个，其二，凶手只有1个，也许前面2颗子弹真的是意外，第3颗子弹是来源于凶手，不然完全解释不通。警方始终还是偏向于第一种假设，凶手或许就是妻子詹妮斯和她前夫杰西，2人合伙作案，但在找到步枪前，他只能是假设。为了找枪，警方甚至砍伐了一大片植被，但由于山上大半年都会下雪，所以警方兜兜转转找了3年都没找到。在第3年夏天的一次寻找工作中，国际死亡调查组的成员也加入进来。这个组织的很多成员都是各个领域的大拿，例如地质学家、骨骼专家和犯罪心理学家等等。此前帮助欧美警方破过很多案件，只不过这一次他们要找的是杰西丢失的步枪。虽然步枪没找到，但在杰西露营旁边的一个沼泽里，组员认出池塘周围有很多膨润土。他告诉探员，所谓的膨润土作用就相当于防水胶布，很多人在住所后院建造游泳池时就用它来防水。在这片森林里居然有这么多膨润土，这是很难见到的事情。或许是有农户要用这沼泽蓄水，以此灌溉自己种的植物。被对方这么一说，探员立即想起案发当天詹妮斯的衣物上也沾了很多泥土，尤其是鞋子上。即使当天没下雨，杰和杰西坚称有人偷了自己的枪。再想想詹妮斯和杰西帐篷的位置，探员立即提取了沼泽的膨润土，然后带回局里让法医鉴定。法医拿出3年前詹妮斯的衣物，从上面刮下了一些泥土样本，研磨成粉，然后放在显微镜下观察。结果发现它们和山上的膨润土极为相似。对比山上另外几处沼泽的泥土，法医发现只有杰西帐篷旁边的那个沼泽才有这种膨润土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詹妮斯曾路过前夫杰西的帐篷，说明他很可能就是那晚偷走步枪的人，利用前夫的枪和子弹射杀自己丈夫，然后嫁祸给前夫，好一个一箭双雕的计谋。结合案发后詹妮斯的种种奇怪行为，探员觉得事情的真相应该就是这样。可整件事情还有个问题没解决，法医测定后发现第3颗子弹口径型号是 0.243。 如果真的是詹妮斯偷走前夫步枪然后射杀丈夫，那子弹型号不应该是 0.308 吗？因为前夫说自己丢的子弹型号是 0.308 而不是 0.243。警方花了3年的时间调查，好不容易有了新突破，结果又卡在这里，他们百思不得其解，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？后来在一次阅读枪支科普杂志时，探员终于找到了答案。实际上，所谓的 0.243 温彻斯特子弹就是 0.308 子弹的一种缩口弹，就是在不改变弹壳口径的前提下，装入一枚口径小、质量轻的小弹头，以此获得更高的出膛速度。改造后的 0.243 弹头出膛速度能达到1000米每秒，比 0.308 足足快了200米。也就是说，警方找到的那枚308弹壳跟它相连在一起的弹头口径型号完全有可能是 0.243。 当然，凭借这点是无法起诉詹妮斯的，毕竟辩护律师完全可以说，你怎么确定那个弹壳里装的弹头型号就是 0.243 呢？为了获得更充足的证据，法医分析了现场找到的弹壳以及布鲁斯体内那颗弹头2指的微量元素组成情况，发现它们无论是种类还是含量，2者都高度一致。这说明死者体内的这个弹头就是来源于草地上的那枚弹壳，它们都生产于同一批次，只是具体型号不同，就如同苹果13手机会有不同的颜色。看到警方说出的证据，詹妮斯承认了自己的罪行，被判终身监禁。他向警方交代，自己在医院工作的薪水完全满足不了自己的花钱速度，这才想着对老实人布鲁斯下手。案发后不到3年的时间，詹妮斯就把从丈夫身上搜刮的50万美元挥霍得所剩无几。至于为何要嫁祸前夫杰西，她说是因为自己实在无法容忍对方的出轨。杰西居然背着自己在家里和女儿的朋友亲热，从此之后，她便再也不相信男人，认为有钱才是王道。人世间的缘分就是这么奇怪。詹妮斯遇到了出轨的前夫杰西，却把这份仇恨推给了老实人布鲁斯。无情的子弹辜负了布鲁斯付出的真爱。冬去春来，沼泽里詹妮斯的脚印已经不复存在。
换上新装后，沼泽似乎在等待下一个人的出现。我是小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